I understand that you have some radical ideas about. I made you. What have you done in here? We created a life. You made me. 大家好，我是电影小雅，今天带你们看根据洛夫克拉夫特小说续编的恐怖电影《活跳尸2》。密斯卡托尼克大学尸体屠杀事件发生后，维斯特和凯恩侥幸活了下来。两人为了找到更多的实验素材，前往战场做起了志愿医疗的工作，将已经死亡的士兵重复利用，赐予他们第二次生命。可惜实验结果和以前相同，复活的士兵还是被兽性控制，变得狂暴且血腥，比丧尸还恐怖。维斯特只能给人脑壳一枪，彻底结束士兵的性命。但他经过这些天的研究，已经发现了死亡的本质，估计和人体的神经元有关。恢复尸体的知觉将不再局限于刺激脑人。这时候炮火蔓延到了后方，他没办法做更细节的实验，只能和大部队撤离，带上关键性动物一只乖巧的蜥蜴，回到密斯卡托尼克大学的附属医院。医院里有一位癌症晚期的女病人洛丽，凯恩觉得她很像去世的女友梅格，对洛丽总是多加照顾。维斯特看她一脸深情的模样，脑袋里却盘算着等洛丽死后用她的尸体做实验材料。不过维斯特还没动手，一个探长找到了医院，他先拜访了医生老白。老白负责解剖停尸房屠杀案的尸体，那桩屠杀案早已结案了，除了维斯特和凯恩两个幸存者，其他知情人全都惨死。探长带来了希尔教授的头颅，他有一个疑惑请教老白，为什么经过了8个月，头颅两侧遭受了严重骨折却没有腐烂？老白表示，现场的尸体都有这个特征，甚至连肾脏也不会腐烂。他检查了每一块肢体，确认他们已经死亡。至于为何能保持鲜活，应该跟绿色药剂有关。他还没弄清楚其中原理，所以无法解答探长的疑惑。探长又问，后来的尸体怎么处理呢？老白敷衍回答，全都送进了焚化炉。虽然最近总是有肢体消失，他却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，毕竟没有人会无聊到偷这玩意儿。但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盗窃肢体的人正是维斯特。维斯特再次拜访了政务室，拿走了梅格的心脏。当看到架子上放着的希尔头颅，他忽然坏笑起来，对着无法给出回应的头颅冷嘲热讽。晚上回到宿舍后，他又在地下室忙碌起来。这次他开发了新药剂，是从蜥蜴羊膜的膜液和各种蛋白中提取出来的，更为纯粹和原始，效果也更强劲。为了给凯恩展示作用，他将几根带神经元的手指和眼珠拼凑在一起，然后在连接处滴了一滴药剂。手指怪物很快爬动了，好似有生命的生物一样。然而凯恩看到后却很愤怒，认为维斯特不是在创造生命，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疯狂的想法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他想和维斯特一拍两散，维斯特却不愿失去这个伙伴，让凯恩想想死去的梅格，接着将梅格的心脏拿给他看，只要凯恩继续实验，他们就有可能用一颗心脏复活梅格。凯恩这时果然心软了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就响了，凯恩发现敲门的居然是探长。在探长审视两人的住处时，维斯特发现手指怪不见了，他又不能明目张胆的寻找，只能先应付目的不明的探长。哪知道手指怪这时跑了出来，在探长坐着的沙发靠背上溜达。一向不善言辞的维斯特为了吸引探长注意，板着脸和探长聊天。凯恩走向沙发后面，试图抓住手指怪，岂料手指怪动作还挺灵活，忽然跳到了沙发上。探长这时刚好问到医院消失的肢体器官，两人只能大眼瞪小眼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探长没得到想要的答案，用力将手里的书拍向沙发，随后带着不甘离开了。巧合的是，书本砸到了活蹦乱跳的手指怪，那一下就让手指怪命丧黄泉。另一边，老白发现了绿色药剂的效果，用一只死蝙蝠做实验，蝙蝠果然活了过来，但也狂暴了。老白事先没做防备，被蝙蝠袭击的措手不及。好在他手边有手术刀，索性抓住蝙蝠割掉翅膀。之后他将绿色药剂注入希尔的脑仁，希尔果然从沉睡中醒来。睁开眼看到老白时，希尔虽然只剩一颗头，气势上却毫不示弱，还劈头盖脸训斥老白的理论相当愚蠢，这让老白很是尴尬。但他更因一颗头能和自己说话感到兴奋，连忙向助手展示自己的成果。
助手看了看老白，又看了看实验桌上没有动静的脑袋，只觉得莫名其妙，怕不是老白走火入魔了，连忙趁人不注意溜了出去。等助手走后，希尔的脑袋终于有了反应，但他又骂了老白一顿。老白给整得怀疑人生了，难道自己的智商出现问题了吗？同一时间，维斯特和凯恩推着轮椅走出医院，别人以为这是要带病人出去散步。当一只狗狗撞到轮椅时，他们才发现轮椅上的病人其实是一具尸体。那只狗是战友杰西卡的宠物，杰西卡长着一副好皮囊，看得凯恩心花怒放。维斯特见状，咬牙切齿地提醒他别被下半身支配身体了。凯恩根本没听进去，反而和杰西卡约定晚上一起吃饭。他俩的举动被跟踪已久的探长看见，探长趁杰西卡落单，热情地上前打招呼，表示要问一些关于凯恩的事。杰西卡对此知之甚少，探长于是带他去医院的精神科走走，那里关押着屠杀案中活下来的尸体，其中就有探长早已去世的妻子。妻子原本一直安静，见到探长身边站着的杰西卡，忽然发了疯似的掐住杰西卡脖子。幸好精神科的人反应过来，杰西卡才不至于被掐死。受了惊吓的他质问探长，这一切跟凯恩有什么关系？总不能因为他是幸存者就怀疑他吧？凯恩这时正跟维斯特在家做实验，他们为了让梅格有个完美的身体，将医院偷来的残肢断臂拼凑成型，再一个个处理循环系统。凯恩有些不自信，认为梅格就算附身了，也会成为无法控制四肢的麻痹患者。维斯特劝他放心，只要从心脏注射药剂，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。这时大门的门铃又响了，凯恩才想起来和杰西卡的约定。他们做饭后又做起了运动，独留维斯特在地下室孤独寂寞。不过身为科学怪人，他就算寂寞也要用实验来排解。干脆将一只手和一只脚串联，在他们的结合处倒入大量药剂。然而维斯特的心思完全不在实验上，还差点给狂暴的手脚怪攻击了。他将手脚怪武装进垃圾袋，随后拆了地下室的砖墙，将手脚怪放进砖墙后面的坟墓里，再佯装无事发生去一楼休息。没想到一楼还坐着个人，竟然是尾随而来的探长。探长怀疑维斯特偷了医院的肢体，强硬要求去地下室检查。维斯特频频阻拦都没成功，因为探长实在太壮了。他仅仅是想搞清楚妻子异变的原因，却在地下室见到骇人的一幕。桌上摆放的全是人类的脏器和肢体，看得他心惊肉跳。他骂维斯特是屠夫，维斯特却认为他在侮辱自己的杰作，两人一言不合就开干。当凯恩听到动静赶来，探长已经没了气息。原来维斯特用了能引发心脏病的东西，以至于探长心跳停止。这可把凯恩吓得手足无措，他们居然杀死了警察。哪知道维斯特并不在乎，反而认为探长是很好的实验材料，正好能用探长测试给梅格准备的附身方案。凯恩因此心动了，为防万一，他拿走了探长的手枪，由维斯特给探长心脏注射药剂。探长复活后也很狂暴，差点枪杀了凯恩，但在维斯特砍掉他一只手后，探长竟然痛苦喊疼，还知道反锁地下室的门，接着跑路逃走，明显有了很高的智商。还在一楼的杰西卡与探长狭路相逢，他养的狗冲上去攻击探长，结果被拽断狗腿，当场死亡。探长在维斯特和凯恩追来时，急匆匆打开大门跑了出去。维斯特没有追探长的打算，却对狗狗的尸体很感兴趣，于是在地下室待了一晚上。第二天，杰西卡听到狗狗的叫声，循着声音进入地下室，结果看到狗狗身上长了只人的手臂。杰西卡吓得连连尖叫，怒骂凯恩：“这就是你想对梅格做的事吗？你可真是个变态！”凯恩被骂得心怀愧疚，上班时都有些心不在焉。只有维斯特还在为复活梅格费神，他组装的人体还缺最后一个东西。正好这时，病人洛丽的病情恶化，不久后便离开了人世。这对凯恩来说打击太大了，维斯特劝他回家休息，自己留在医院处理尸体。那边的希尔想报复维斯特，于是利用念力操控能动的跳尸，还劝老白帮助自己。老白受够了絮叨的希尔，干脆在他嘴里塞了颗苹果，然后将希尔的脑袋扔进了垃圾桶。可惜老白这招根本不奏效，跳尸探长听命赶来，不仅捡起了希尔的脑袋，还在希尔的操控下强迫老白给希尔做手术，在脑袋两侧安装蝙蝠的翅膀，全程看起来相当享受。离开医院时，探长看到在打电话的杰西卡，
突然本性毕露，轻薄对方。杰西卡慌里慌张地逃走，结果看见精神科的人死光了，里面的跳尸也都没了踪影。维斯特还不知道大敌来临，这会儿正跟凯恩展示自己的杰作。原来他把洛丽的头颅偷了回来，想将洛丽的头安给梅格。凯恩本来不想这么做，架不住这具拼凑的尸体太完美了，芭蕾舞的脚，强健有力的双腿，柔软的腰和躯体，精致的双手与胳膊，以及很像梅格的脸蛋。凯恩最后还是同意了，两人处理好尸体的衔接处，连循环系统都考虑周到了，只差朝心脏注射药剂，这步自然由凯恩来处理。他们没注意到外面不正常的电闪雷鸣，隔壁的坟墓似乎也蠢蠢欲动，那些被创造出活力的肢体正想破墙而出。因此当药剂注射完毕后，两人的目光都放在拼凑女身上。等听到大门的门铃，维斯特感觉特别烦躁，连门口为何放着快递箱都没怀疑，毫不犹豫地拿进了门里。然而在他拆快递时，周围已经有跳尸出没了，就连杰西卡也赶了过来。不过由于战斗力不怎么样，又被跳尸探长轻薄，危急时刻还是探长的妻子嫉妒心起，跟探长在室外上演家暴时刻，杰西卡才得以逃走。快递箱里自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而是安装了蝙蝠翅膀的希尔，他能在空中自由飞行，还跟维斯特玩起了捉迷藏。这时拼凑女终于苏醒，在凯恩的帮助下，她渐渐控制了四肢，学会了行走。维斯特也没心情和希尔打架了，抓住拼凑女摸来摸去，他觉得这是自己今生的杰作，颇有些爱不释手。不过两人还没欣赏多久，杰西卡和跳尸们都闯了进来，他们只能躲进地下室。杰西卡看着凯恩对拼凑女温柔的模样，不免觉得很嫉妒。明明他俩不久前才滚了床单，现在自己就成了第三者。拼凑女也萌生了嫉妒心理，对杰西卡凶巴巴的，他俩还在地下互相扯头发，一不小心打翻了维斯特的药剂桶，大量药剂躺在地上。维斯特反而不在意，还赞叹创造出来的拼凑女比杰西卡优秀。但凯恩看到暴躁的拼凑女，忽然意识到她不过是个怪物，不是心目中的梅格。拼凑女被凯恩伤了心，干脆掏出梅格的心脏质问凯恩，这就是你想要的？随后掐住了凯恩的脖子，毕竟他毕竟是一堆肢体拼凑的，肢体出现组织排斥反应，他的身体不出意外瓦解了。这时外面的跳尸们全都冲进了地下室，维斯特打算从隔壁的坟墓离开，岂料希尔早就发现了坟墓，还控制了里面各种肢体怪物。维斯特、凯恩和杰西卡三人来不及逃跑，全被拖进了坟墓与怪物作伴。眼看他们即将被怪物折磨致死时，这座有半个世纪之久的坟墓轰然崩塌，埋葬了希尔和他的怪物们，也埋葬了维斯特。只有凯恩与杰西卡逃出升天。同时被掩埋在昏暗地下的还有梅格的那颗跃动不止的心脏。火跳尸2的剧情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整体水平自然比不上第一部，更像是为了恶搞才续篇的剧本。将一颗头颅塑造成反派还是很别出心裁了，而且全篇并不怎么恐怖，反而更偏向猎奇风，这点在拼凑女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。拼凑女的剧情也是全篇最出彩的部分，不过搞笑幽默的情节也不少，作为一部爆米花猎奇片还是及格的。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原片哦。最后别忘记给3连鼓励一下我哦。